算命到底准不准？很多人心里总有一点好奇。可如果算命先生第一次见你就说中了你的过去，又把你未来几十年的命运转折一件一件说了出来，当时你也许不信，甚至觉得荒唐。可很多年后再回头看，你才发现算命先生那些话不是随口一说，而像是一张早已写好的命运清单，时间一到就一件一件全都发生了。电视剧《大宅门》的导演郭宝昌先生就曾经讲过这样一段亲身经历。郭宝昌是中国著名导演编剧，当年因为一部电视剧《大宅门》红遍大江南北，而这部剧的背后也藏着他自己的身世。郭宝昌的一生很传奇，他自幼父母双亡，后来被卖进了中国最知名的百年药铺同仁堂，成了人家的养子。虽然进了富贵人家，但一个从小不知道自己亲生父母是谁的孩子，心里总会有一个解不开的结。于是郭宝昌16岁那年偷偷去找了一位算命先生。那位算命先生大约70岁，双目失明。还没等郭宝昌开口，对方就说：你自幼父母双亡，姑妈养大最好。郭宝昌当场就懵了，因为当年把他带进大宅门抚养他的那位养母，郭宝昌后来一直叫她为姑妈。一个从来没有见过自己而且双眼失明的人，怎么一开口就能说中他的身世？郭宝昌立刻问：你是不是知道我的事？谁告诉你的？算命先生没有解释，只说了一句话：你可以不算，但你不能质疑我的人格。郭宝昌想了想，就没再说话。于是算命先生继续说：你的命是12年一变，每隔12年就是一个大转折。你12岁的时候改名换姓，转了一次大运。这句话又让郭宝昌吃了一惊，因为他正是12岁那年由养母从娘家正式带进了大宅门，变了身份，改了名字，人生也彻底改变了。算命先生又接着说：你24岁有牢狱之灾，中年没有钱花，也没有祖业可以继承。郭宝昌当时觉得这些话非常荒唐，他是大宅门里的少爷，同仁堂又是北京数一数二的药商世家，几代人积累下来的家业，怎么可能没有祖业可以继承？一个富贵人家的少爷又怎么可能会坐牢？所以那时候他心里想，这个老头也就前面几句说准了，后面都是胡说八道。可郭宝昌没想到的是，就在自己24岁那年，文化大革命来了，他被打成反革命，关进农场劳动改造，遭遇了牢狱之灾，曾经的万贯家财也被抄得一干二净。所谓祖业，他真的一点也没有继承到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郭宝昌后来的人生真的就像算命先生说的那样，12年一变。他24岁遭逢大难，36岁的时候四人帮被打倒，他开始得到平反。48岁他有机会进入电影厂，人生重新打开局面。直到60岁他拍摄《大宅门》，这部作品成为影视经典，他的事业也终于迎来了辉煌。12年一变，郭宝昌的人生像是早就被人写进了一本剧本里，只等着时间一到，一页一页翻开。郭宝昌后来说，年轻时他觉得那算命先生不过是胡说八道，可当命运一步一步在自己身上应验之后，他只是觉得很害怕。人生中的大喜大灾、财富得失、寿命长短，似乎都不是偶然。尤其是
当年那位算命先生还对他说，你64岁以后的命我算不出来了。郭宝昌还问他，那是不是我只能活到64岁？算命先生说，应该是这样，但是人的命运也是可以改变的。假如你能过这个坎儿，应该可以活到70、80岁。64岁是一道生死关，这句话让郭宝昌记了一辈子。所以到了那一年，他几乎不敢出门，不坐车，不坐船，不坐飞机，待在家里都怕房子会不会塌下来。好在64岁这一关他还是熬过去了。后来也正如预言所说，度过了一劫的郭宝昌一直活到83岁。他说，从64岁以后，他看待生命的感觉已经不一样了，因为这后面的每一天都是赚来的，更加珍惜，也更加感恩。听完郭宝昌老先生的经历，你是不是也会对命运多一份敬畏？是不是也感觉到人的一生之中，仿佛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在牵引着命运的走向？确实，命运有定数，但定数之中也藏着改变的机会。业力与因果正是改变命运的密码。一个人的灾难、寿命、财富得失，往往与其自身的功德和业力有着绝对的关系。积德行善的人会得到护佑，在关键时刻，灾难可能会降级，原本要命的大灾也可能化成一场小灾。功德贵在日常的积累，不要等到大难临头才想起临时抱佛脚。想让命运变得更好，就要从平时做起。日行一善，多带给别人快乐。遇到有难的人，就去帮忙。当慈悲善良成为习惯，命运就会一点一点被改变。你怎么看待命运？或者你有过算命的经历吗？欢迎留言告诉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